我真的已经尽力了。两个人都是带着委屈而来的。小伟为什么说他没有把你当成男朋友呢？因为呢，我们在一起已经有1年半的时间了。1年半。在这期间呢，一直都是我来主动联系他。他呢，从来就没有主动联系过我。我一直在为他付出，他却没有在给我相应的回应。就像我们最近的一次冷战，我们已经冷战了快3个月的时间了。在这期间呢，我都是在主动等着他来联系我，因为一直都是我来主动联系他，我就想看看他什么时候来能联系我。现在都在读书，对不对？对。是怎么相恋的呢？我们是高中同学，高中毕业了，他呢就去了南京，我呢就是留在了哈尔滨。大2的寒假有一次高中同学聚会吧，我们也是非常有巧，就坐在了一起。当时呢我们就是聊的也是非常的开心，后来呢也是经常的联系，就走在了一起。开学了嘛，又恢复到异地，不想让他走可是没有办法，就决定我就送他去南京。从哈尔滨到南京往返的路费呢都是800多块钱，我的1个月生活费只有1000。我那个月呢真的就只敢吃包子，我吃了1个月的包子，到后来真的我感觉谁要跟我说包子这2字，他就是我仇人。可是你没有钱，你可以跟我说，我可以打给你啊。你是我女朋友，我是一个男人，我怎么可能让你来受苦呢？因为你在那边，你花钱的地方需要更多。后来呢，我也是跟家长说，我想学双学位，当时呢学费是4000块钱。4000。后来呢，家长也是觉得我在这边一个人上学嘛，因为是男生，你说你吃点好的喝点好的吧，又给我多打了2000块钱。当时呢，我卡里就有6000。后来也是赶巧，又马上到11了，因为我真的是太想念他了，真的我这种心情真的就说不出来。我就想马上就要见到他，我又跟那个朋友呢又借了2000块钱，一共就是8000块钱。我就带了这8000块钱呢去了南京。我也有说过我让他去的，让他多陪陪父母。可是你根本就没有想念我当时你的思念，你懂吗？你根本心里根本没有我，你体会不到。我说我马上就想见到你的心情。在南京那几天我们在一起不是非常开心吗？是挺开心的。钱我都花，但是我真的我觉得印象非常的值。不是你去了几天把钱？我在南京待了12天，8000块钱全花了。对。那你的学位还要不要读啊？因为是都花了嘛，我只能跟家里人撒了一个谎，说我那个不爱学了，学分也没有修够，这个就只能泡汤了。当时也是顶着家里人的压力，好多人把我骂，但是我也觉得挺值得的。后来呢，也是还有同学的钱嘛，我得还呐。最开始我以为吃包子都是一件挺痛苦的事可是后来吃包子对我来说都是一件恩赐我每个月那时候吃的是什么咸菜，有的时候饿的时候，我这个喝瓶矿泉水就过去了。我这么大男主任，你知道吗？最开始我180多，快190斤。你看我现在呢，每天早上起来看天棚都是金星，室友有时候买点什么东西，真的就想扑上去吃2口。哎，你们学校有什么学校能告诉我？跟我说的话，我可以给你点回报啊，至少可以给你点钱之类的，让你。我的日子挺苦的，你懂吗？但是我觉得这些日子来说，我能在南京待12天，我觉得是非常的值。哪怕让我再苦100倍、1000倍、10000倍，我觉得值，你懂吗？那你还在抱怨什么呢？我的回报的是你对我没有相应的回报，你懂吗？我对你怎么没有回报了呢？你为什么从来就没有主动联系过我？哪怕你关心过我，我都觉得非常的值，你懂吗？咱俩每天都在联系，我早上起来的都是你的慰藉和你的信息。你说你还让我怎么去主动联系你呢？对，主动联系我。而且我看到的时候不都是回你了吗？你主动联系我什么时候呢？主持人知道吗？我们一个寒假，他主动联系我1次，你知道是干什么吗？让我去给他买票，买回去的火车票。可是我就那1天有时间呢。一个假期30多天，就见了你1次面，你不觉得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吗？不是你们在一个地方吗？老家？我们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地方。那是春节的时候，因为春节的时候回家都是要看亲戚，而且就是有一点时间都希望说能多陪陪父母。然后他还特别不懂事，每天就说见面啊之类的。你说我1年能回家待几天呢？我后来我是不是理解你了？我就觉得这个女人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我这辈子我一定要对她好。她想吃哈尔滨的红肠，我就提起红肠我更生气，你知道吗？整那红肠到了之后，你知道都已经臭了。4、5天才到，用快递给我邮过来的。我都说过，我说我不是那么太想吃。快递公司的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当初给你买的是最新鲜的，我打车去的。考虑一下后果吗？你就每件事你就不能看见这些事情背后你的感受吗？难道你就没有一点感动吗？还有，给我整的那个咸菜，我说我想吃，结果整这么大。整这么大一桶，让我吃多长时间？我哪想那么多？你说你想吃，我到时候我就马上要给你买啊！知道吗？搬到寝室的时候，我室友都以为我是神经病，一股味儿。难道就因为这件事情，后来把我当猴子一样耍吗？我怎么耍你了？怎么当猴呢？我知道吗？他那个从南京回来，我身为男朋友，我不得接他吗？所有的情侣出来都会给对方一个拥抱，我呢，我没有等到拥抱，你知道吗？到后来都没有人了，我真的已经不敢奢望拥抱了，我只是想我能见到你们就已经可以了可是呢，我没有。
你已经说我父母来接我了，那你说你非要来还能怪我吗？那你不觉得你一点都不尊重我吗？起码你还要我怎么尊重你？我都说不让你来了，父母来接我了，你被他们看到怎么办？我本来我就顶着父母的压力，我在跟你交往，然后你还偏偏这么不懂事，每次都是这样。你父母为什么反对啊？因为我跟我父母就是有个约定，大学谈恋爱。后来那个放假了嘛，我也是因为赌气，看看他到底能不能来联系我。整个一个假期30多天，我真的从早到晚都一直拿着那个手机，哪怕你问我一声在吗，我都会像以前一样主动跟你迎上去。可是呢，你没有。那你也没给我发信息，没给我打电话。我没有给你打吗？到最后来，我真的是绷不住了，我给你打。都已经多长时间了，你才给我打电话，才联系的我。完了，我给你打电话，我说你为什么不联系我呢？他说我不联系他，他就不联系我，因为我才是男的。当时我真的感觉有点万念俱灰的感觉。那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我根本就不喜欢主动，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问你一句啊，你想他吗？想。你想他的时候怎么表达呢？我忍着。忍着。一个男生那么追你，为你用心良苦。他就生个小气，你就不能低下头吗？我就是这样的性格，我真的改不了啊。我找的不是一个会打电话回、发短信回的一个机器人，我想要一个会支持我、会关心我的一个女朋友。真的很痛苦，他难受的时候，只要在那个朋友圈发一条信息，第一个回的永远是我。可是我难受的时候呢？挺独立的呀，我觉得我挺好的呀。你什么时候关注过我？每次都是我跟你发信息的时候，你才知道我来难受。你知道在春节的那段时间，天天在家顶着父母的压力，然后接你的电话回你的信息，我心里也不好受啊。可是你根本都不理解我，然后还总是想试图去改变我。基本听明白了，两个人都有自己的大委屈，老师们怎么能帮到他们呢？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爱情往往会给我们制造一种错觉，这个错觉就是这个世界里没有任何别的，只有我和你。但是对于异地恋来讲，这个错觉就相对要难一点，因为它隔着一定的空间和距离。那么在你们的爱情里，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是问题的关键，就是女孩子的个性。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是因为她每天非常密集的这种电话短信，让你没有办法再主动去发短信和电话了，还是你压根儿你就不想主动联系她？因为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都是她的微接，然后她的信息，基本上就是没有时间说主动啊。其实你没有主动的机会了，对吗？算是吧。但是男生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你想想看，你如果每天给你的女朋友打10个电话，或者说发100个短信，那么他不管他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他需要有这么一些时间去回应你。你太热了，你太主动了，所以我觉得对于你来讲，爱情是需要弹性的。你要学会在异地恋当中更多的去尊重和接受这个距离，不是说每一次想见他就一定要见的，不是说每一次想疯狂就一定要疯狂的，因为你每一次的放肆和疯狂都一定要付出代价，而这个代价有的时候不只是一个包子，一个咸菜，它有可能会让你付出更多的更大的代价。有的时候面对爱情，我们要接受一些真相。这个真相是什么？就是他没那么爱你，可是即便他没那么爱你，他还是爱你的，而且你还是有机会让他更爱你的。我同意饶老师说的，这女生没那么爱他，这个女生这么冷静，他4点钟去接他，他们很久没见了，他竟然不见他，我觉得很吃惊。另外呢，整个寒假有30天，他因为父母反对，他不偷偷出来跟他见一面，我也要打一个问号。小伟，我想问问你，爸爸妈妈同意你们俩恋爱吗？这个事我已经跟我爸爸妈妈说了，都支持是吧？对，都支持我。刚刚我听你说的时候，其实我不是站在这个年轻人的角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突然想到你的妈妈。从一个母亲的角度，我会特别心疼这个孩子。他12天待在那个南京那么幸福。然后他觉得那么快乐，哪怕是吃一个包子，他也觉得没问题。可是妈妈要知道这个，听到你今天说的这个，她一定会挺伤心的。我没有跟他说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一个男人应该都我自己来承担。我要做的是什么？我要让我的父母为我感到骄傲。虽然你说你是一个男子汉，但是我从你的语言里面，我听到了好多的小家子气。你会希望说，你为什么我打电话给你，你不打电话给我？你会计较一些很琐碎的小事情。当然说，你的女朋友可能在某一方面，她比较不容易去付出自己的真正的感情。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男生，你应该要多一点的去包容，你多花些心思在学业上面，不是把我100%的心思全部摆在女朋友身上，而是我还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事业、自己的未来。其实很简单啊。
我本一心向明月，怎奈明月照沟渠。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意恋落花。爱情是一门精确的化学，只要会有反应，说几秒就几秒；只要不会有反应，放一辈子也枉然。喜欢就是喜欢，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都会拨动他的心弦；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任凭你投怀送抱倾其所有，我也不为所动。这就是我的感觉。看着他们两人说话，这个一心的悲伤，那个满脸的冷静，就像两股道上跑的车。对于女生来说，她冷静到什么地步？抬头看天，天是天，星是星；低头看花，花是花，路是路。而对于她呢，哇，那个感性啊！抬头看天，星星是情人的眼；低头看花，路是花的泪。但是按道理来说，人心都是肉长，怎么样也会为所动，石头也会捂热，冰山也会融化，是不是？但为什么今天还是这样呢？只有一个原因。对于男生来说，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而对于女生来说，我的心里没有你，只有他。就这样。老师们跟你说了很多，也许是因为爱不够，也许是我们都错会了一个女生另外一种爱的方式。想想你应该做什么，女生也是一样的，想一想，一起进入黄金60年。知道吗？从小到大，我的人生都是我父母给我安排的。我的人生没有目标，没有理想。可是自从我认识你之后呢，我发觉我的人生有了目标，有了理想。我要为我们的未来去奋斗。我只是希望我在努力的时候，我在奋斗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一条你给我发的信息，真的心里特温暖。这要我真的付出，说实在的，我舍不得你。其实我为你真的改变了很多，我只是希望你能变得理智一点，不要那么不冷静。而且你已经23岁了，大4了，我也希望你有时间能多陪陪父母。唉，冰与火呀，不是冰把火给浇灭了，就是火最后把冰都给蒸发干了，还蛮难的。两位换密码箱吧，把心里的秘密交换给对方。留恋不是我的归属，一次一次为你停住脚步。这个爱情看着还蛮让人揪心的。来，请关门。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看好这一对吗？来，请选择。现场有61.1%的朋友还是蛮看好的，你是看好还是不看好，姑娘？看好，那个男的挺好的，他们在一起挺幸福的。来，男生，我不怎么看好，我感觉那女生不是很爱他。好，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来，5、4、3、2、1，请开门。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为了能给你多花钱，我经常向各种朋友借钱，到现在为止还有1万块钱的外债没有还上。也正是因为这样，我自己在哈尔滨省吃俭用，曾经由于过度饥饿导致了胃出血。但是我真的希望你能看在我为你的付出的份上，再考虑考虑。我希望能给你就这样走下去，给你幸福的生活，因为我真的很爱你。男生是把自己的窘境当成一种给女生的压力，让她留了下来。女生的箱子里到底放的是怎样的秘密，让男生离去的呢？是一口空箱，我相信它里面一定有东西。因为我刚才注意了一下，在男生的那个门里头有一些小纸屑一样的东西，
你到底犯了什么，让他那样走了？在大一的时候，我交往过一个男朋友，但是因为某种原因，我们两个分手了，后来才跟他在一起的，一直都放不下那个男生，所以才对他过于冷淡的。然后今天我回来是因为真的很感动。只言片语里面我看到的说，他也曾来找过我，也就是说你的前男友在你跟这个小伙子交往期间，但是我没有背叛过他，然后我也拒绝了那个男生。所以大概今天成年人都看到了一个真相，没有爱的爱情不能长久，不管你付出多少，姑娘没关系，我倒觉得这对于你来说也是一个成长，因为你真的不爱他。当你爱的人出现的时候，我相信你也会爱得轰轰烈烈。来跟小伙说再见。对不起，再见。谢谢你，请回。本来就不爱，强捏合在一起，这瓜也甜不了。至少小伙子知道了一个真相，这个真相就是，当别人不爱你的时候，你就是把命都给他了，他付出你的可能是感激，但是不会把爱给你。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啊。